是有把消费者当小白鼠的嫌疑。嗨，大家好，欢迎回到 Bad Sniper 大鱼视角频道，我是 Jerry。拍影片为什么要戴头盔？因为今天的话题可能会收获大量的倒赞和板砖。可是呢，必须要说的话题还是不得不说，就是S 加和 D 加的卷线器究竟哪家更强呢？并不 ，S 和 D 是当今卷线器的当家王牌，这点呢，我想没有人有异议。但是我要是真的这么开题说谁比谁更强一点我钢盔加锅盔可能都不够砖头砸的。因为每这个话题出现在路亚论坛的时候都没有见过最后两家粉丝能够心平气和说话的。而且呢，这种好坏定义确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发现这两家确实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呢是从来没有人讲过的。了解这些不同之处呢，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哪些是厂家的噱头，哪些是真的使用进化，还能据此预测新款更新的型号和时间。所以下面呢，就请跟随大鱼的视角来看看 S 和 D 究竟不同在哪里。S 和 D 的卷线器的不同我们不讲Shimano如何以自然金属色、低调色为主，而戴蛙呢则更多炫酷色彩涂装吸引眼球，也不讲 S 的双轴卷线器、抛头刹车如何以离心和 DC 为代表，而 D 加呢如何以 Megaforce V、ZSV 等磁力刹车为代表。这两家的根本不同让我们从历年来两家在卷线器上推全新技术的不同方式来切入。2000年以来两家都在卷线器上推出了很多革新的技术，比如2003年Shimano推出了世界上首个 DC 刹车的双轴卷线器 Kakuta Conquest DC。2007年的时候呢，又推出了首个装备 ARC 线杯的纺车轮07版的 Stella。2010年的时候呢，戴蛙推出了首个采用磁油密封轴承的纺车卷线器 Certed。2011年呢，戴蛙推出了适用革命性 T 导规的双轴卷线器 T3。12年的时候，Shimano推出了首个装备微齿齿轮和外部无级可调的离心刹车的 SVS Infinity 的双轴卷线器 Antares 12版。2013年，戴蛙推出了首个装备 SV 线杯刹车系统的 T3 SV。14年的时候，Shimano推出了革命性的麻花齿干上移和取消回转开关的纺车轮14版的 Stella。同年呢，戴蛙推出了 SV 线杯刹车系统在 BFS 上的版本，装备所谓 Air Brake 的 SS Air。15年的时候呢，Shimano推出了装备 Silent Tune 线杯支持轴承侧向加弹簧力，减少回转损耗和声响的 Aldebaran 5051 MG。16年呢，Shimano推出了第一个使用 MGR 线杯的卷线器16版的 Metanium。同年呢，又推出了Shimano的磁力刹车 FTV 装备的 BFS 卷线器 Aldebaran BFS。同年，戴蛙推出了装备金属 Monocoque 机身的纺车轮 Certed HD。21年的时候呢，戴蛙又推出了第一个适用两段式 SV 刹车 SV Boost 的21版子龙 SVTW。2021年的时候呢，Shimano推出了装备 Infinity Drive 的21版的 Kakuta Conquest。22年的时候呢，Shimano又推出了装备鲨鱼鳍超级密卷 Infinity Drive 的纺车轮22版的 Stella。篇幅关系呢，姑且我们先说这些。大家知道Antares Kakuta Conquest和 Stella 呢是Shimano家水滴轮鼓轮和纺车轮的旗舰，而迪加对应的旗舰呢分别是 Steez、Roga 和 Exist。让刚才我们隶属的技术更新首个使用型号的这个榜单里面，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听到了很多次Kakuta Conquest、Antares， 然后 Stella 的名字，但是呢，戴蛙这边却没有听到 Steez 或者是 Exist 的名字呢？所以一个有趣的发现是Shimano 革新技术首次使用大部分是从旗舰机种开始的，比如说像 DC 像微齿齿轮无级可调离心刹车去掉逆止开关等等。而戴蛙的革命性的纺车技术呢，比如说磁油密封轴承Monocoque 机身都没有率先使用在 Exist 上面。T 导规问世之后几年才最终用在了 Steez 上，而 SV 呢也是在问世1年之后才用到了 Steez 上。SV Boost 也是从 Zillion 开始的。旗舰是品牌的门面，旗舰翻车是非常打脸的事情，所有正常厂商都会尽力避免。那么Shimano家为什么倾向于大概率把革新技术从旗舰开始推，而D家却是从中级开始呢？我们再仔细来跟踪一下以上各个新技术面世之后的使用反馈，就不难发现Shimano家的 DC 微齿轮、无级外部可调的离心刹车等等，风评呢都比较好，基本上呢没有翻车的情况。而戴蛙的呢 T 导规磨线SV 断角磁油轴承养护问题却是比比皆是，经常听到的。那我只能说呢，有没有一种可能AS 家推新技术是反复磨练，破坏性测试做的比较到位，才敢上来就在旗舰上用。而迪加新技术推出的时候呢，自己都没有十分的把握怕砸牌子，所以呢先在中级上推出。
一呢来看市场卖点的反馈，二看实际大面积使用之后的技术反馈，然后再进一步推到旗舰上。如果我是基于1、2次的这种情况做出的结论呢，你可以说我是在过分解读。但是多年来多次反复如此啊，实在是很难让我不朝这个方向考虑啊。创新固然可贵，然而不成熟的创新就推出在量产的终极品上，然后等消费者反映问题了再改，或者有时候甚至都不改。那新技术在终极品上成熟了，然后再放在旗舰上面。这样呢，确保了不砸牌子。这种做法呢，说老实话，我呢是不能苟同。材料耐久度的破坏性测试，这种完全有能力在研发阶段、在实验室、在 prototype 试用阶段完成的必备步骤，为什么不在研发阶段就做到位呢？这似乎是有把消费者当小白鼠的嫌疑。研发严谨程度我最多只能打50分。不过吧，早期的问题机种靠新理念收割一遍，回头改良了又成了一个新卖点。成为真正有用的新理念再收割一遍，间隔时间呢还可以比较短。那这个营销策略我是必须要给120分的。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呢？所以呢，评论区见哦。虽然上面说的表面上是两家的不同但实际上根源是一样的。S 家呢通过前期锤炼保守研发，D 家呢是通过不在旗舰上首推新技术，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不把不成熟的技术用在旗舰上面，不能砸牌子的道理呢，大家都懂的。据此呢，可以给我们一些购买上的指导意义，特别是考量厂家本身对一些技术是否真的有信心。比方说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就是黄铜齿轮 vs 铝合金齿轮。那很多人问我究竟应该选哪个？比方 S 家22年他推的 Titanium 浅杯版，他告诉你现在他们用的铝合金齿轮和黄铜是一样坚固的，又轻那么问题来了 ，Stella 用了什么齿轮 ？Calcutta Conquest 用了什么齿轮 ？Antares DC 用了什么齿轮？真的那么好，你干嘛不用在旗舰上？还有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和黄铜齿轮一样坚固的铝齿？而且22年也是 Stella 更新季为什么不在22 Stella 上直接用呢？然后用铝齿的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轻量化。那么重型大型的卷线器它齿轮体积大，你用铝齿去替换黄铜的话，那减轻的自重不是比弹锤小轮子上面更多吗？不是更加有力吗？海水版的 Stella 用的又是什么齿轮呢？那然后再看 D 这边 ，Roga 用的什么齿轮？然后为什么美版的 Zillion SVTW 是黄铜齿轮？所以铝齿好，铝齿香。但是在 Shimano 把 Stella、Calcutta Conquest 都用上铝齿轮之前，我的卷涡类的卷性器，或者呢是要求耐用度要求棉滑程度长久保持的，还是呢就黄铜齿轮好了。两家最大的区别说完了，那我们挑选钓具，特别是标榜采用了新技术的产品的时候，还有一项非常需要识别的，就是有些所谓的全新技术，究竟是厂家营销手段，还是真的有实用意义的？就拿双轴卷线器来说，2003年出现的 DC 确实呢在实料中有很多特别应用对的场景，之前呢也确实完全没有类似量产的产品，因此是很有实用意义的。另外一方面呢，像看一下最近几年标榜的那时候什么载浮线杯19毫米怎么样的，那我就搞不懂了这个19毫米什么时候变成新技术了？那我手里面有一台全球水滴轮的鼻祖 Lewis 的 BB1， 我们来量一量它的线杯有多宽。它的线杯好像也是19毫米宽那这个卷线器什么年代？是70年代末的，距今已经40多年了。所以你说19毫米是新技术？双轴卷线器在浮劲方面因为要考虑到抛投握持舒适度，又要同时兼顾掉线存储保持性能和抛投性能的缘故可以改进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因为我们钓鱼人的手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没有变大，没有变小，就这点地方。然后我们接着来看两家其他一些有趣的不同。那第一家呢是非常多的推各种各样的分型号，那一个平台稍微哪里变一变就是改款一个新机种。那Shimano相比之下要简单明了得多。就拿水滴轮旗舰来说Shimano的话呢，那 Antares 离心，然后 DC， 然后呢 Exence， 其实呢 Exence DC 都不能算是淡水的旗舰，它是海鲈专用的。而看呆蛙旗舰这边的 Steez 你们数一数Steez SVTW、Steez CT-SVTW、Steez A2、Steez HLC、Steez Limited SVTW 1000S 什么什么。说到限量版的话，第一家呢是最喜欢的 Steez 有以前 TD Zillion 也有限量版 ，Z2020也有黑版、红版，然后 Tatula 也有类似的，只是叫不同的名字，像 Elite 精英版，还有呢各种什么 Type R。那 Shimano 历史上出过多少所谓的限量版？双轴基本没有。你们看过什么 Antares 限量版？什么限量版的 Conquest 吗？精英版的 Bantam 都没有。
然后两家各个型号的换代间隔呢也很不同。Shimano有很多都是在6、7年多的甚至14年比如说初代的这个 Kakuta Conquest， 从2000年出品到14年改款，真的是创纪录了。台湾大部分是2到3年一换5到6年都算是时间长的了。那去年还是前年迪迦曾经说了过嘴他们设计的卷线器说是使用寿命针对的就是2到3年，至少对不少初级、中级卷线器都是如此。那这样也不难解释为什么他们涂装的问题总是不能改进，不成熟的新技术为什么有时就大摇大摆投放量产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你手里面的轮载2、3年以后就应该是衣衫褴褛到不堪入目，他呢巴不得你到时候一生气随手丢进垃圾桶才好呢，这样才好买新的不是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要不然呢就是卖你改装件，然后再联合各种各样的改装厂家收割一把。这个更新周期呢可以给我们一些新款上市的预测依据。Shimano呢比较可靠。值此2023年钓具大战硝烟四起之际呢，我们来依据更新周期来预测一下今年Shimano我最期待的也是最可能更新的款式。首先 Metanium DC 上次更新呢是2015年，那已经超过了上次更新间隔了。而且2019年 Antares 离心更新，21年 Antares DC 更新，20年 Metanium 离心更新。今年不更新 Metanium DC 确实说不过去了，除非物资链还是有问题。比较期待的是会采用20的平台还是22版的平台 ，DC 刹车用哪个？让 Aldebaran 3031或者是5051。那上次更新呢是2018年的 MGR 线被更新的时候，那这款和现役的22版的 Aldebaran BFS 定位是略有不同的，不是完完全全针对的超级微抛的，但主要偏向轻小应用。Shimano 究竟是想用 BFS Aldebaran 完全替代 Aldebaran， 还是依旧保持这个30到50的型号？让我们拭目以待。那说到 BFS 呢 ，Conquest 的 BFS 今年大概率更新了几种。上次是初代2017年面世，而且呢是初代 Aldebaran BFS 登场后1年。那 Aldebaran BFS 22年更新了，所以23年 Conquest 的 BFS 更新也是顺理成章的。纺车方面呢，一般 Stella 旗舰搭载新技术出来之后1年呢，都会开始做技术下放，一般呢是到2当家头上。Twin Power 呢，前次更新是20年，所以今年 Twin Power 更新的概率不大。倒是呢，这个 Vanquish 万魁士今年是很有可能更新的。如果更新呢，大概率会把 Stella 上面主要是齿轮传动方面和刹车片方面的技术用在新品上。然后呢，还有一个纺车就是 Cardiff， 是设定的鳟鱼专用卷线器。上一次更新呢也是2018年，定位是在中级左右的，那5年一更呢也是可以了。然后关于高强度的 DC， 那现役的是 Antares DC MD， 上次更新是2018年，是在 Antares DC 2016年更新后2年出现的。但是我们来开个脑洞这个 Bantam 在2018年复刻之后离心版已经出了2代了，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Shimano会出一个 Bantam DC 呢？它可以通过 DC 刹车的不同来区分它同 Antares DC MD 的一个定位那这里呢，简单的是说一说我最期待的2023的 S 加更新，您怎么看呢？评论区见哦。好了，今天关于 S 和 D 的区别的话题呢，就到此为止了。部分是事实，部分是观点。虽然我一再强调不是要说明谁好谁坏，但是估计还是抛砖引砖了。我得去数数收到了板砖够不够盖一间北房了。如果您喜欢大鱼视角频道，请一定记得点关注不迷路。我是杰瑞，我们下次再见，大鱼祈愿，拜拜。